律所分红当天，妻子无中生有，说我拖律所后腿，将我即将完成的案子让给他的白月光。我不怒反笑，直接将自己合伙人的位置也一并送给他的白月光。整天研究案子多累啊，我直接让你当合伙人得了。一时间，所有同事都以为我疯了，可没人知道，案子的关键证据在我手上，没了我，辛苦跟进1年的案子只是个烫手山芋，只会败诉，而妻子则会身败名裂，债台高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子清，律所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你是最大的功臣，这次分红都是你的。会议室内，只见身为律所负责人的苏雨嫣嘴角带笑，一把拉起顾子清的手，将一沓拳头厚的红包交给了他。一时间，所有的同事都簇拥着他们，起哄道：有了顾律师的加入，我们律所日后肯定前途无量啊！还是苏总慧眼识人，和顾律师搭档默契的就像夫妻一样。而我看着会议室内这一片欢声笑语的景象，我不由后退半步，苦笑一声，默默攥紧了手中的案件材料。今天原本是律所分红的日子，可车刚开到律所门口，苏雨嫣却接了个电话，让我临时出去一趟，催一下结案的进度。身为多年的夫妻，我自然很信任苏雨嫣，以为是什么案子客户催得紧，二话不说便调转了车头，顶着快40度的高温跑了整整1天。可当我看到苏雨嫣将分红全部交给顾子清这个刚来不到2个月的实习生时，我顿时明白了一切。什么客户催得急，只不过是苏雨嫣支开我的一个借口。她只是想将我辛苦1年的劳动成果送给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心心念念的初恋。顾子清转头的瞬间，似乎是看到了我，故作惊讶道：哎呀，陈哥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我还以为你请假了，就提前开完会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顾子清嘴上谦卑，可眼里的挑衅意味确实丝毫不减。握着手上的分红，还故意朝我显摆了2下。闻言，苏雨嫣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的歉意，反倒是一脸不屑地看向我，不耐烦道：范晨，你什么表情？难道要这么多人等你一个人吗？怪不得之前办个案子都磨磨蹭蹭的，就知道拖律所的后腿。既然来了，正好把你手头那个案子交给子清来负责好了，免得在你手上又弄出什么岔子。听着苏雨嫣不容置疑的命令，我不由攥紧拳头，觉得心寒。他嘴里的案子是我辛辛苦苦跟进了1整年的硬骨头，客户是当地首富，光是交给律所的定金就有500万，但案子涉及国际金融纠纷，我为此吃尽苦头，辗转世界各地，经常忙到忘记时差，身体也因此累出了不少毛病。现在马上就快结案了，苏雨嫣轻飘飘的几句话，就要夺走我辛苦1整年的劳动成果，送给顾子清，我不免替自己感到不值。想当初，苏雨嫣说自己想要开一家律所，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大好的事业，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，陪他从头做起。可非专业出身的他，能力根本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，更别提维持一家律所的业务。所以这些年律所的重担几乎全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。我任劳任怨，勤勤恳恳，才有了律所今天的成就。可顾子清不过是陪着他出差了几次，便毫不费力地摘掉了我所有的功劳。现在想想，苏雨嫣还真是无情。10年夫妻，竟还比不上一个曾经甩了她的男人。走到今天，
他把我们之间最后一点夫妻情分也给消耗殆尽了。半晌，我麻木地点了下头，淡淡道：“好，随你。”顾子清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可嘴上还是装模作样的推辞道：“陈哥，我就是个新人而已，你这价值上亿的案子，我一个新人哪里够格接下来？我只是听雨嫣说，陈哥你跟进这个案子快1年了，还没结案，我就想着顺手帮帮忙，出份力而已。”闻言，苏雨嫣却温柔地拍了拍顾子清的肩膀，鼓励道：“子清，你可是海外留学回来的高材生，你要是不够格，那律所就没人能处理这个案子。”闻言，我却差点憋不住笑声。顾子清的学习只不过是花钱水了个学历而已，面试时就连基本的条文规定都背不出来。也就是苏雨嫣把他当个宝，给他开了高薪，当个祖宗一样供起来。苏雨嫣安慰好了顾子清，对着我就是一顿嘲讽：“范晨，就你这点能力，要不是我，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今天的位置。好日子过够了，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了是吧？让你让个案子，你还斤斤计较。要不是子清替你说好话，我早就开除你了。”闻言，我在心中不由冷笑一声。苏雨嫣似乎忘了，当年刚刚创办律所的时候，每个业务的具体事项，她都要我来推进。是我将自己的经验技术交给了她，用身体健康和面子为她开拓了一次又一次的业务。如今律所步入正轨了，她不仅不感谢我，甚至觉得我是律所的累赘，对我百般挖苦。耳边，苏雨嫣却越说越起劲，似乎在她的眼里，我像是什么罄竹难书的罪人一般。见状，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径直朝着顾子清走去。周围同事的目光也纷纷在我和顾子清身上游走，一脸等着吃瓜看戏的模样，似乎料定了我会和顾子清爆发一场冲突。可下一刻，我却释然一笑，从包里取出了一份合伙人转让合同，扔在顾子清的桌上。整天研究案子多累啊，我直接让你做律所的合伙人。一时间，整个律所的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我，还以为我是被气疯了，故意说的气话。毕竟所有人都知道我为了律所付出了多少的努力，才终于有了今天的成绩。陈哥，你可是咱们律所第2大的合伙人啊，一个案子而已，你好不容易才有今天，一定要三思别冲动啊。闻言，苏雨嫣似乎觉得我是在要挟她，顿时恼羞成怒道：“范晨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说你几句脾气就这么大，翻了天了，我才是律所的实控人。”闻言，我却觉得可笑，我白让顾子清捡了个大便宜，他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，让他的小情郎平步青云，取代我的一切，这不就是苏雨嫣想要的结果吗？一旁，顾子清紧紧攥住手里的合伙人转让书，眼里闪过贪婪，但还是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，开口道：“陈哥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，才把合伙人的位置让给我呀？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，雨嫣她只是想让我过去给你帮帮忙，也是为了律所好，而且我绝对没有要取代你的意思。你是律所的元老，我一个新人怎么能当律所的合伙人呢？谁都知道你有多努力，付出了那么多，这个位置只有陈哥你适合。”说着，顾子清便伸出了手，要把转让合同还给我，可他手上却迟迟没有动作，显然是舍不得这块到了嘴边的肥肉。见状，我微微一笑，解释道：“怎么会呢？我生气什么？你可是留学回来的人才，我们律所有了新鲜血液，我高兴都来不及。你当这个合伙人，我最放心不过了。”闻言，苏雨嫣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冷哼一声，开口道：“
子清，给你就拿着，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反正以你的实力，迟早也能当上合伙人，没什么配不配的，正好大家都在，一起做个见证。言止于此，顾子清也不再推辞，紧紧地握着那份转让书，眼里的贪婪都快溢出来。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心中不由冷笑一声。苏雨嫣整天恋爱脑和顾子清混在一起，压根就不知道这次的案子复杂程度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。我跟进了长达1年的时间，这才收集到了足以扭转被告人局势、推翻之前结果的关键性证据。但他们不知道，这份证据还没来得及提交，目前还在我的手上。没了我，他们眼里到手的肥头只会是一块烫手山芋。况且顾子清似乎还不知道，他这个合伙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合伙人是律所团队的核心人物，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。这次的案子，对方财大气粗，直接支付了500万定金不假，可一旦败诉，不仅要全额退还，还要面临10倍赔偿。再加上律师这行本就僧多粥少，一旦败诉，顾子清连同整个律所势必会被吞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现在的我既然已经是他们眼里的废物，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提醒告知的义务。等到结果出来那天，就是苏雨嫣万劫不复之日。一旁，苏雨嫣见我迟迟没有说话，又把大案子和合伙人的位置都让了出来，似乎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随即她咳嗽了2声，傲娇道：“行了，范晨，别站这里了，反正你手上的案子也要结案了。今天是子清的庆功宴，看在你这么识趣的份上，你就一起跟着来吧。”苏雨嫣扬了扬下巴，像是给了我什么天大的恩赐一般，我却差点被气笑了。这件案子能拿到的代理费高达几百万，结果分红的时候都故意把我排除在外，吃顿饭就想打发我，算盘打得真响。况且一想到要和顾子清这种人一起上桌吃饭，我就觉得倒胃口。我正要开口拒绝，顾子清忽然开口道：“哎呀，刚刚订餐的时候，陈哥你没来，我忘记给你定位置了，我太粗心了，都怪我。陈哥你先坐，虽然我今天出门把腿摔倒了，但是我的错我得负责。我等下再去搬个凳子坐角落就好了，正好大家想喝点什么，我去买。”我知道顾子清是在卖惨，想看看自己苏雨嫣心中的地位。果不其然，一听到顾子清说自己受伤了，苏雨嫣立马心疼的直接让他坐下，关心道：“子清，你已经为律所做得够多了，你都把这么大的案子搞下来了，你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做这种跑路的杂活？”说着，苏雨嫣直接看向我，嫌弃道：“还愣着干嘛？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，白在律所干这么多年了，快去买酒水，否则聚餐你就别来了。”我看着苏雨嫣这双标态度，不禁在心中一阵冷笑。苏雨嫣总是这样，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。从前在律所，我的任务总是被安排得满满的，聚餐这种事也从来没我的份，搞得我很稀罕吃这顿饭一样。而一旁，顾子清越发得意，嘴角止不住的上扬，假装客气，实则炫耀，开口道：“陈哥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腿受伤了，麻烦你跑一趟了，等会儿我一定敬你一杯。”可不等顾子清说完，我却冷笑一声，直接一脚踹飞了他屁股下的椅子。下一刻，顾子清来不及多想，立马狗急跳墙，直接跳了起来，还碰倒了桌上的喝的，弄得满身污秽。而我看着他狼狈不堪的模样，不由冷笑道：“你小子不是腿摔伤了吗？我看你能站能跳的，挺结实啊。”苏雨嫣也傻了，
愣愣地看着我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一边帮顾子清拍掉衣服上沾到的污秽，一边对着我大骂道：“范晨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万一子清真受伤了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今天不对劲？你就是嫉妒子清比你有能力，故意想要害他。”闻言，我却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冷笑：“笑话，我嫉妒一个废物做什么？还有，我已经离职了，麻烦你收起那副嘴脸。小爷我不在乎。”苏雨嫣气得脸通红，还想说些什么，我却不给他机会，转身直接离开了律所。不知不觉中，我走到了我和苏雨嫣曾经常去的那条小吃街。一看到我过来，老板不容我拒绝，便自来熟的给了我2杯冰的绿豆沙。范先生又来了呀，正好刚冰镇好，你看这天热的，赶紧尝尝，不要钱。可我看着手里的绿豆沙，却不禁陷入了回忆。曾几何时，我和苏雨嫣并不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。7年前，我创业失败，天很热，兜里没钱，我只能站在铺子前蹭风扇。是苏雨嫣主动掏腰包给我买了冰镇绿豆沙，鼓励我不要放弃。后来我们也渐渐走到一起，她更是不顾家人反对，自掏腰包拿积蓄陪我开律所。哪怕再苦再累，她也从没有抱怨过一句，反倒是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鼓励我前行。为了给苏雨嫣安全感，我才将律所股权的大头都给了苏雨嫣，自己甘愿只做个合伙人。我本以为日子会一直幸福下去，可我还是低估了白月光的杀伤力。没过几年，苏雨嫣把顾子清招了进来，我知道那是她的初恋，但我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觉得不会发生什么。结果事实证明我错了。苏雨嫣越来越偏心，对我越来越冷漠。因为顾子清的事情，我们之间更是争执不断。想到这儿，我不禁深深叹了口气。或许我早就应该明白的，苏雨嫣从来都没有放下过顾子清，她心里的位置也从未为我腾干净。正当我准备离开时，耳边突然响起了苏雨嫣的声音：“哟，范晨，你刚刚嘴上不是很硬气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有本事别在这里等着我向我道歉啊！”我回头看到苏雨嫣和顾子清站在我身后，后面是一群同事，我不由咂了咂嘴，还真是倒霉，怎么在哪都能碰到这对狗男女。顾子清拉了拉苏雨嫣的衣袖，假装为我说话：“雨嫣，陈哥肯定是知道错了，特地在这里等你，想跟你道歉呢。你看他还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绿豆沙呢。”苏雨嫣愣了一下，随即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高傲道：“切，别以为买杯绿豆沙就能讨好我，告诉你，我只是看在子清的面子上。”苏雨嫣一边说着，就伸手要拿走我手上的绿豆沙，可不等她说完，我便皱了下眉头，直接将绿豆沙扔进了垃圾桶。有病！谁说要给你了？自作多情！说罢，不等苏雨嫣开口，我便转身离开。打上车后，径直离开了这里。我打算收拾下行李，彻底和苏雨嫣分开，了结这一切。可还没收拾完，门便被人一脚踹开了。只见苏雨嫣气冲冲地闯进来，像是急了眼的兔子一般，指着我便破口大骂道：“范晨，你今天是吃错药了吗？处处跟我作对，还让我在大家面前抬不起头来。”顾子清跟在苏雨嫣的身后，忙劝阻道：“陈哥，虽然我很想帮你说话，可你今天做的的确有点过分了，是不是因为我和雨嫣走得太近，让你不高兴了呀？可我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而已，如果你非要这么觉得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我不想影响你们的感情，我还是走吧。”顾子清缓慢地向门口挪动脚步，明显就是不想走。
苏雨嫣一把抓住他，温柔道：“子清，你没错，为什么要走？”说罢，苏雨嫣便转过身看向我，恶狠狠道：“范晨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变了，变得让我恶心。如果你不肯向子清道歉，我们就离婚吧。”闻言，我不由攥紧了拳头，毕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拿离婚来威胁了。自从顾子清出现后，几乎每次我和苏雨嫣爆发大的争吵，也是因为他，而每次他都会提出离婚。那时我爱他如命，一次又一次的妥协，幻想着有朝一日他能收心。现在想想，我那时真是脑子有病，这种女人不要也罢。苏雨嫣见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还以为我又妥协了呢，得意地撩拨下自己的长发，高傲道：“当然了，我也不是非要和你离婚，只要你向子清。”不等他说完，我直接打断道：“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同意离婚。”闻言，苏雨嫣顿时不可置信地睁大了双眼，张了张嘴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顾子清连忙道：“陈哥，就算你心里有气，也不能拿离婚开玩笑啊！”顾子清话音刚落，我便把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甩到苏雨嫣的脸上，道：“我没开玩笑，签了吧，大家好聚好散。”直到此刻，苏雨嫣才意识到我是认真的，指着我恼羞成怒道：“好，离就离，你可别后悔。”见状，顾子清简直快要激动地跳起来，但还是假装劝慰道：“陈哥，你至少要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。现在和雨嫣离婚，你以后怎么办呢？雨嫣现在可是大律所的老板，又刚完成大案子，一句话就能封杀你。”闻言，我顿时明白，顾子清是在故意贬低我，让我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来自苏雨嫣。也只有这样，我才会继续留在律所，累死累活地为他们卖命。苏雨嫣也得意道：“就是有些人就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，没了我，像你这种一无是处的人，还有谁会要你啊？你拿不下的案子，子清没几天就搞定了，马上就要宣判，到时候甲方直接就是5000万的打款，真以为离了你，律所就不行了？”闻言，我不由冷笑一声：“还打款？等着完蛋吧！没有我手上的证据，证据链不完整，压根不可能胜诉。对方可是首富，得罪了，别说飞黄腾达，日后能不能从事这个行业都是两说。”不等苏雨嫣吹完牛，她包里的手机却响了，只是瞥了一眼，苏雨嫣便向我挑了挑眉，得意道：“你看，客户这不就来电话了，等那5000万到账，我就带着子清环球旅行，到时候你就一个人躲在出租屋里羡慕嫉妒恨吧。”说罢，苏雨嫣更是主动打开免提，准备向我炫耀。可下一刻，电话那头却传来一声咆哮：“一群废物，案子败诉了，要我赔偿1个亿，不让你们律所破产，老子是不为人！”闻言，听着电话那头的动静，苏雨嫣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，颤抖着问道：“败诉了？陆首富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律所出马，怎么可能会败诉？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”他喃喃自语，声音颤抖着。可电话那头，陆首富却直接爆起了粗口：“到底败诉没有？你自己去查。告诉你，一切按照合同来，不赔偿给我，你们律所就等着倒闭吧。”眼看苏雨嫣还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，我无语地摇摇头，解释道：“我早就说了，那个案子没那么简单，这次的案子急不得，现在出事了，满意了吧？”闻言，苏雨嫣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向我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和顾子清能力不行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简直懒得再跟他解释。不然呢？就顾子清那垃圾的证据链，
没在开庭的时候笑死对面律师就不错了，还白日做梦，以为能一飞冲天呢。干了这么多年案子，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证据链有问题。你倒好，为了提前结案拿到奖金，傻乎乎的信了顾子清的话，你就等着血本无归，牢底坐穿吧。我摇了摇头，语气里充满了嘲讽。毕竟我早就提醒过苏雨嫣，让她谨慎行事，可她呢？她被顾子清的花言巧语和所谓的宏伟蓝图冲昏了头脑，根本听不进我的任何劝告，急功近利的要开庭拿到那5000万的报酬。现在好了，出事了，败诉了，才知道后悔了，真是可笑。不过现在的我早就和这次的案子没了任何的关系，我也懒得继续和他们纠缠下去。正当我打算离开时，身后却突然有人拽住了我的胳膊。只见苏雨嫣怒气冲冲地看向我，咬牙道：“我们前脚刚签完离职合同，后脚就败诉了，未免太过巧合了吧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眼红我就要飞黄腾达？故意在提交证据的时候做了什么手脚，想着陷害我们，搅黄这次合作？”闻言，我顿时被他的脑回路惊呆了，气得差点笑出声来。苏雨嫣一声不吭的就用垃圾的证据链赶进度开庭，结果就因为我多说了几句，就想要赖在我身上。我顿时回怼道：“苏雨嫣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？我犯得着费这么大劲来做手脚陷害你吗？”可苏雨嫣却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一脸的轻蔑：“哼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见不得我和顾子清一起做大做强。”闻言，我彻底无语了。正所谓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既然苏雨嫣这么相信顾子清，这么想做发财梦，那就别怪我没提醒过。想到这里，我也懒得再跟他废话，随便你怎么想吧。等警方收集完证据，你就等着被起诉吧。我冷冷地说完，转身准备离开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。苏雨嫣却一把拽住了我，尖锐的声音像是要刺破我的耳膜。站住！她一脸的得意，仿佛已经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怎么，心虚了，想跑？苏雨嫣冷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我真是懒得再跟她废话，用力甩开她的手。苏雨嫣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冷冷地说，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怒火。我过分？苏雨嫣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夸张地叫了起来。你几次三番的拖延开庭的日子，现在还偷偷摸摸做手脚，让我们败诉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不就是想要搞垮我，然后自立门户吗？我告诉你，休想！闻言，我简直被她的脑回路惊呆了。这女人是有什么被害妄想症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不要跟她一般见识，无语道：“苏雨嫣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而且，就算我要自立门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闻言，苏雨嫣却冷笑一声，随即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，用力地摔在桌上：“跟我没关系。那你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”我低头一看，是一份我早就没了印象的竞业协议。当时我律所刚起步，我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根本没把这份协议放在心上，更是觉得自己和苏雨嫣是真爱，绝对不可能走到分道扬镳这一步。可现在想来，苏雨嫣早就计划好了一切。眼看我沉默不语，苏雨嫣愈发得意，抱着双臂，一副吃定了我的样子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：你只要还从事房地产行业，就不能从事任何与律所业务相关的行业，否则就要支付违约金。我告诉你，300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可我看着这无理的要求，顿时气笑了。
我都已经被他要求净身出户了，他居然还想从我身上榨取最后一点价值。苏雨嫣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怒火中烧，恨不得一把掐死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一旁的顾子清也走上前来，一脸的假仁假义。范晨，做人也要讲良心。雨嫣她培养了你这么久，你一声不吭就走了，是不是不太道德？律所出了事就提桶跑路，没跟你要培训费就不错了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还是赶紧交了吧，不然之后都没律所敢要你了。闻言，我顿时气笑了。还苏雨嫣培养的我，当初都是我带她入的行，给她介绍的资源，没有我，她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成就？不感谢我就算了，居然还想着倒打一耙，真是养条狗都比这要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当然可以，我笑着说道，语气平静的可怕。苏雨嫣和顾子清对视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他们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爽快。这还差不多，算你识相。苏雨嫣以为自己赢了，得意洋洋地把协议拍在桌上，高傲得像只斗胜的孔雀。不过我故意拖长了尾音，目光扫过他们两人，最后停留在苏雨嫣脸上。我也有个条件。苏雨嫣不耐烦地皱起眉头，什么条件？赶紧说。我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打开一个文档，递到苏雨嫣面前。这是你这些年来花费的所有开销，总共632，你看怎么支付？苏雨嫣本来还很得意，可当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后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600万？你疯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她尖叫起来，声音尖锐刺耳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。我有没有疯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自己看看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随即我指着手机屏幕，一条条列举她的开销：香奈儿的包包、卡地亚的手镯、迪奥的香水，这些奢侈品哪一样不是花我的钱买的？还有顾子清，你给他买的那些跑车、名表，哪一样不是从我这里拿的钱？更别提你为了讨好他，居然还挪用了律所的款项，给他买了一辆跑车，方便他出差。他1个月都没出去办过一次案子，需要什么跑车代步？我每说一句，苏雨嫣的脸色就难看一分，到最后她已经面如死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而我看着她，眼神冰冷刺骨。怎么没话说了？现在知道心虚了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苏雨嫣张了张嘴，想要反驳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无从辩解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，她根本无法否认。苏雨嫣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怎么拿不出钱来了？我冷笑一声，毫不留情地揭穿他的窘迫。也是，你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顾子清身上，就指望着这次的案子启用，然后你大赚一笔是吧？只可惜呀，我故意拉长了声音，看着他的眼神充满了嘲讽。你再也等不到那一天了，这次的案子赔偿好几个亿，到时候律所只会赔的连裤衩都不剩，你拿什么还我钱？闻言，苏雨嫣气得咬牙切齿，却拿我毫无办法，而我也懒得继续纠缠，冷声道：我给你1天时间，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们就法院见。半晌，苏雨嫣却咬紧嘴唇，艰难地开口道：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，你再多宽限我一段时间。而我早就预料到了苏雨嫣会用这个借口，随即指了指房子，轻笑道：那就把你的房子、车子都抵押给我。闻言，苏雨嫣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：你这是趁火打劫？光是我的房子就值500万了，
可我却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，轻笑道：“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3天后我要是看不到钱，你就等着收律师函吧。”说罢，我转身就走，身后苏雨嫣则站在原地，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范晨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他咬牙切齿地低吼道，眼里满是怨毒和恨意。可这之后一整天，苏雨嫣都没再给我发过一条消息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毕竟苏雨嫣那样睚眦必报的人，可不是这种性格。果不其然，等晚些时候，我回家的路上，却感觉到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，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，更有人故意撞我一下，然后骂骂咧咧地走开。我心里冷笑，立马就猜到这肯定是苏雨嫣和顾子清又在背后搞了什么鬼。果不其然，我刚回家拿出手机，就看到了自己上了头条。新闻里，苏雨嫣直接以律所创始人的名义，把我描述成一个忘恩负义、心狠手辣的小人，说我利用他的信任，恶意破坏证据，导致案件败诉，损失惨重。他还大义凛然地表示，已经将我辞退，永不录用，并且报警处理，一定会让我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评论区里更是全都是骂我的声音。这个范晨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就因为嫉妒别人，草菅人命，破坏证据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种下头渣男就应该抓起来进猪笼。集美们看见了吧？天底下就没有一个好男人，不是图你的身子，就是图你的钱。看着网上的评论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苏雨嫣这个毒妇，为了自保，竟然如此颠倒黑白，泼我脏水。不过很快，我便恢复了冷静。好在我早就意识到，我和苏雨嫣终究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所以我早在那天去律所的时候，便特意带上了录音笔，将对话的全过程都悄悄录了下来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收集了顾子清当初夺走我案子的证据，以及当时的监控。这些证据足以让苏雨嫣受到舆论的反噬。想到这里，我冷笑一声，将所有的证据交给警方，并同步到了网上。顿时间，整个互联网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所有人这才醒悟，苏雨嫣和顾子清才是那对狼狈为奸的小人。数不清的唾骂顿时袭向了苏雨嫣。不过，这一切都和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此刻，我早已收拾好了家里关于苏雨嫣的行李，我要把所有关于她的痕迹全部从我的生活中抹去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更是打电话给中介，让他们尽快帮我把房子挂出去，不想再和苏雨嫣有任何的交集。可当天晚上，我正要离开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我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果然是苏雨嫣。听着她在外面鬼哭狼嚎，为了不扰民，我不得不打开了门，冷声道：“苏雨嫣，你来干什么？”我冷冷地看着她，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。苏雨嫣却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通红，像是很久没有休息。正当我要关门送客时，她却突然一把抱住我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范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只见苏雨嫣不由分说地抱着我，随即大哭起来。曾经，我最见不得她哭了，只要她一哭，我就会心软，就会妥协。可是现在，我却只觉得厌烦，甚至恶心。我一把推开她，冷着脸问道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苏雨嫣被我推得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在地。她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声音哽咽地说道：“范晨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不想坐牢。这次案件败诉，直接损失几个亿，还得罪了首富，
你救救我好不好？苏雨嫣说到这里，已经泣不成声了。我看着她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，心里却涌起一丝快意。我早就提醒过她，证据链不足，让她不要为了赶进度轻易答应。可是她呢，非但不听，还骂我唯唯诺诺，没有出息。现在好了，败诉了，钱也赔光了，活该！我翻了个白眼，无语道：我早就提醒过你，是你自己一意孤行，现在又来求我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闻言，苏雨嫣却理直气壮道：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，想多赚一点，日后让孩子生活得更好吗？我们以后还要一起生活，还要养育孩子，你就忍心看着我被牢底坐穿，舍得跟我分开吗？闻言，我看着他那副虚伪的嘴脸，只觉得恶心至极。为了这个家，养育孩子，苏雨嫣，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你还记得你有个家呀？你什么时候想过要跟我一起养育孩子了？你心里只有顾子清。总之，我帮不了你，你大可以去找你的宝贝实验，人家可比我有能力多了，不是吗？我故作惊讶地挑了挑眉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。闻言，苏雨嫣猛地抬起头，眼中的泪水还没干，就燃起了怒火。范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嗤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我什么意思？你听不懂吗？你不是说顾子清能力出众吗？他现在是律所的合伙人，那他肯定有办法帮你啊！苏雨嫣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的手指都在颤抖。你不帮我就算了，还说风凉话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早就知道你帮不上什么忙，我要去找顾子清，他一定有办法。随即他愤恨地瞪了我一眼，随即就要给顾子清打电话。而听到他天真的想法，我忍不住冷笑出声：还做梦呢？看看新闻吧，你的宝贝实验早就跑路的时候被抓了。顿时间，苏雨嫣愣住了，狐疑道：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丢下我一个逃走？闻言，我直接点开新闻让他自己看。井号顾子清被抓，井号案件黑幕，井号嫌疑人落网，井号一条条触目惊心的词条，像是一把把利刃，狠狠地刺痛了他的眼睛。他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着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喃喃自语，仿佛失了魂一般。怎么会这样？当然是因为你那位好情人从一开始就在骗你啊！我冷笑一声，重复着他的问题，语气中却满是嘲讽。顾子清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他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卧底，他们看拿不下我，这才让顾子清混进来，打感情牌，想办法把我们的案子弄得一团糟，这样他们才好接手。我百般劝阻，结果你个傻子还真信了他的鬼话。你真以为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顾子清还会喜欢你？苏雨嫣不敢置信地摇头，拼命地想要否认这个事实。不会是这样的，他怎么会是商业间谍？闻言，我直接白了他一眼，随你的便，没事就滚出我家，别在我面前碍眼。你一把年纪了，还活在幻想里，真以为谁都会向你妥协？闻言，他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的力气，无力地瘫软在地上，泪水决堤般涌出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视为真爱的白月光，到头来竟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。下一刻，苏雨嫣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，突然跪在我面前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一步。范晨，求求你帮帮我，只有你能证明我的清白了。他哭得梨花带雨，声音嘶哑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见状，他抬起头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祈求。只要你帮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别抛下我。我知道错了，
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波动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害怕担责。我语气冰冷，一针见血。我懒得再跟他纠缠下去，转身就走。范晨，救救我，求求你！他爬过来，抱住我的腿，不让我走。这次事故死了人，没人替我背锅，我真的是被抓进去的。而我却猛地甩开他的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沈总，麻烦你认清一点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怎么样？关我什么事？我语气冰冷，没有一丝感情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，任由苏雨嫣跪在地上哭得泣不成声。自那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苏雨嫣，因为案子倒塌损失惨重。苏雨嫣即使是赔上了所有的钱，也远远不及1/1000，直接被抓了进去。至于顾子清，则因为从事商业间谍以及恶意危害公共安全，一口气判了20年，彻底没了出头之日。等再一次看到他的消息，是在社会新闻上。他在牢里想不到彻底疯了，准备转移到精神病院时，趁着顾子清外出放风的时机，一怒之下用石头砸死了他。听说因为这件事，苏雨嫣的刑期也再次加重，即将迎来死期。不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想专心打拼自己的事业，而感情只会影响我成功的速度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